只因我在某平台买了一部手机，手机里的产品正在搞秒杀，我试探性的点了一下上面的蓝河花园5号楼，没想到画面显示支付成功，我随手就给了自己一个大耳巴子。难道这是真的？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你还有个快递，刚刚落下了。我记得最近就只买了手机啊。我百思不解地打开了这个快递，映入眼帘的居然是一箱蓝河花园的房产证。我这是遇到了传说中的金手指了。老爹老妈，你们终于看不下去儿子过苦日子，来给我送大礼了吗？烦不烦？3年前父母车祸离世，留给他一座2层20平米的小楼，1楼是小超市，2楼是住所。超市生意很不好，日子过得一般般。蓝河花园地处于一个中心小学附近，靠近一些大型商场，地理条件十分优越，房价基本上在每平米10万左右。我掩盖不住激动的心情，拨打了蓝河花园物业的电话。您好，这里是蓝河花园物业管理公司，请问有什么能够帮您？是这样，我姓樊，我在蓝河花园有一栋楼，我想着你们能不能帮我租出去。樊先生，我们认识吗？你给我开这种玩笑。我没有开玩笑。妈的，哪来的瘪三？打电话消遣老囊。怎么了？刚刚有个人打电话说他在蓝河花园有一栋楼，我去他丫的，这不玩我吗？还真是搞笑。当蓝河花园什么地方？还有一栋楼？我看这人该吃药了。黄婷婷，徐经理，那人说他在蓝河花园有一栋楼，他姓什么？他说他姓樊。你的运气真不错。哎，有人刚从总公司那边提了一栋楼，蓝河花园5号楼，而且不巧的是，那人真姓樊。黄婷婷只觉得自己的脑袋要炸了。怎么这么巧？这种狗血的剧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还愣着干什么？立刻打回去啊！黄婷婷立刻拿起电话来想要打回去，可是接连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徐经理，打不通。被挂掉电话后，我很是郁闷，随手抱着那箱房产证，打了一辆的就朝蓝河花园驶去。你不是以为我在开玩笑吗？让我带房产证去总可以了吧？就在我要走进蓝河花园大楼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一对男女，女的是久未谋面的大学同学高慧。烦不烦？你怎么来这啊？难道你把你家那小破楼卖了，打算在这里买一套？这个楼盘每平米10万以上，你这种级别想都别想。高慧的男朋友是他爸金融公司的顾问，属于高薪人士。你们来这买房子？对，我家一子他爸给他些钱，在这里买个100平米的房子足够了。你这辈子估计都买不起这里的一间厕所吧？是吗？那恭喜了。我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就打算离开。你还没说你来这干啥呢？难道是送快递？不是，我来找物业有点事。这可是高档小区，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吗？我真的有事，你看。我毫无波澜的直接将箱子打开，高慧眼睛瞬间瞪得圆圆的，直接失手将箱子打翻在地。一子，这是办的假证吧？假证你敢这么明目张胆的用？那不是厕所打灯笼找屎啊！高慧整个人都凌乱了，烦不烦的家境他是知道的。他家怎么可能买得起这种死贵的学区房，而且还是这么一整箱？难道他是物业公司的员工？应该是了。想到这里，高慧心里舒服多了。同事之间可以希望对方过得好一点，但是绝对不希望别人混得比你好。而另一边，我并不想跟这种小角色浪费时间，我给物业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平静地将掉在地上的房产证装回箱子。这时，一美女慌慌张张走了过来。您好，我是物业公司经理徐璐，您就是樊不凡先生吧？对，是我。你们物业公司的态度不咋地啊，害得我大老远还得扛着一箱房产证过来。完了，这个黄婷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不起，我为之前挂电话的事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歉意。行了，我也懒得跟你们计较，给我端好了，来都来了，我就跟你好好谈谈。没问题。就这样，我波澜不惊地从凌乱的高慧和礼仪师宫踏入了。樊先生，真的对不起，我为我刚才的冒昧表示最诚挚的道歉，希望您不要介意。介意什么？有发生过什么吗？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严格来说，黄婷婷罪不至明，只是我要是今天表达不满，估计她饭碗不保。毕竟没人会为了一个小职员去得罪这样一个大业主。黄婷婷，你还愣着干嘛？还不谢谢樊先生的体谅？谢谢樊先生，谢谢。既然如此，婷婷你就先下去吧。徐璐也是松了一口气，其实他也很怕樊不凡抓住这点不放，到时候就连他都会有麻烦。没想到您还有一副菩萨心肠啊！谁都不容易，我难为他干什么？樊先生刚刚说有事情要跟我谈，不知道是什么事。是这样的，我想要把房子租出去，毕竟一栋楼60多套，我一个人实在是住不了。租出去？恕我难以理解，您如果是没用的话，当初为什么买一整栋楼？你就当我脑子抽了吧。
自己骂自己，现在的有钱人都这么玩了吗？你敢相信，我只花了9块下了一栋价值几个亿的大楼？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打电话给物业，想要把房子租出去，更不认为我在消遣他而粗鲁的挂掉电话，不得已我只能扛着一箱房产证过去找物业经理。樊先生，恕我难以理解，您如果不用的话，当初为什么要买一整栋楼？你就当我脑子抽了吧。自己骂自己，现在有钱人都这么玩了吗？可以帮出租的，而且这么好的地段很容易租出去。哦，那我跟你们合作，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啊？您一栋楼都买了，难不成还在乎这点小钱？我需要请示一下总公司，毕竟您的住宅确实有点多，请稍等。樊先生，总公司回复，如果我们合作，可以给您的房子优惠1半的物业费。总共64套房，优惠1半，1年可以省好几十万。哈哈哈，必须合作呀。只是还能再优惠吗？看你这么爽快，感觉还有的谈啊。呀，我这是碰到的个啥？你当是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啊？樊先生，鉴于您是大客户，公司才对这次合作做了最大的诚意，还请您再斟酌斟酌。人才啊，多好的天给撩没了。行吧，我同意这次合作。你看我需要做些什么？好，那您等一会，我让下面的人整理一下合同什么的。今天的事情麻烦徐经理了，这么晚了，咱俩都还没吃饭，要不我请客？好啊好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妹子难道看不出来，我就是客气客气吗？我还想赶紧回家吃个快餐打王者荣耀呢。樊先生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你是让我跑步给宝马领路，那咱俩这顿猴年马月才能吃啊！多好的姑娘啊，怎么就是有点缺心眼呢？您没开车来啊？我都没买车。那上我的车吧。这下好了，又省了一笔大车的开支。一栋楼都买了，还没有买车，这个有钱人低调的可怕。只不过徐璐确实不知道烦不烦买这栋楼，只花了9块9块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哦，亲。您不会是要请我吃路边摊吧？看着不远处的摊子，徐璐愣了一下。平常那些请他吃饭的，不是星级大酒店，就是高档西餐厅，还从来没有人请他吃路边摊。你要是吃不惯的话，我自己吃好了。本来我也就是客套一下，谁知道你居然当真了？为什么来这里吃饭？1. 实惠，这种路边摊不但便宜，而且味道还不错。2. 省钱，离家近，吃完不可以走着回家了。徐璐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下了车。毕竟是大主顾请吃饭，他多少也要给一点面子。李叔，老样子，2份咸盐包，2份米汤，再来1串鱿鱼。这次要正经的那种，给美女尝尝路边摊的好货。啊，好嘞！咸盐包，这烤鱿鱼还有不正经的，能吃吗？这哪是什么身价数亿，这分明是热死鬼头炭啊！你不吃吗？吃，我马上就吃。味道还不错，这可是正经的，好好奇不正经的长啥样？小凡，这是你女朋友，长得不赖吗？可别乱说，她就一普通朋友，万一被人误会了，以后怎么找女朋友啊？怎么着，老娘这样的大美女给你当女朋友，你还吃亏了？我这样的穷苦人家，女朋友可是奢侈品。他喵的，身价打底几个亿，还穷苦人家，那我算什么？这顿饭徐璐吃的有些憋屈，但味道还不错，总算是一点点安慰。而看着告别后的部分，他脑海里有太多的迷糊。徐璐，真的是你呀？刚才我还以为是看错了呢。苏瑜，徐璐的闺蜜。我来这里吃饭，要不然还能干什么？呦，咱们的徐大小姐还来这种地方吃饭啊？唉，有人请我，我就来了呗。有人请你就来，我的徐大小姐，莫不是你被人家有意思？上次那个司聪少爷请你去吃西餐，你可是理都没理人家啊！你就得了吧，别问东问西了，就当是我看上人家了，咋的？你不会是傻了吧？没发烧啊？在这种地方请你吃饭的人，你可不能给他机会啊！你还有完没完了？人家要是真的对我有想法，那是我祖坟冒青烟了。你不是发誓要嫁入豪门的吗？可不能栽在臭水沟里啊！行了，人家可是巨有钱的大佬，我刚跟人家签了合同，他请客吃饭，我总不能拒绝吧？巨有钱，身价千万，
那人刚刚在蓝河花园买了一栋楼，64套那种。好了好了，走吧，下次我请你来这吃烤鱿鱼，不正经的那种。只因我在某平台买了一部手机，手机里的产品正在搞秒杀，我试探性的点了一下上面的蓝河花园5号楼，没想到画面显示支付成功，我随手就给了自己一个大耳巴子。你个蠢材，中路都快要崩了，还去打野，有没有一点支援意识啊？烦不烦坐在沙发上，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手机，双手快速地击打着按键，操纵着自己的人物不断地上前。还敢骂我？虽然打游戏只是钻石水平，骂人我可是王者。来来来，我随便让你一张嘴。这几天以来，烦不烦不是研究金手指的新功能，就是窝在家里打游戏，饿了点外卖，渴了喝凉水，然后就坐等着收租。那栋蓝河花园5号楼，只不过几天功夫，已经租的差不多了。他的存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现在的他已经正式踏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就在烦不烦想要一鼓作气冲上高地的时候，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游戏界面强行退出。我的保端赛啊！这句再说了的话，我就只能是补给渣渣了。耽误老子干正事，我跟你拼了！说。办正事。樊先生您好，是我寻路，是不是我打扰了您？这种愤恨的声音，不会是做什么事的时候被打扰了吧？可是现在是白天啊，有钱人的想法真是让人搞不懂。是徐经理啊，有什么事吗？我刚刚可能因为你这个电话损失了，损失了几个亿，真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损失几个亿什么鬼？哦，想不到啊，徐经理，你竟然是一个老司机。听着，我刚刚在打游戏，可能因为你这一通电话掉到铂金了，你说怎么办吧？徐璐正愁不知道怎么办，一听说是游戏，他松了一口气。要不等有时间，我带您上分。别坑我，开什么玩笑？女孩子打游戏，这不摆明坑吗？我可是王者。是吗？说吧，喊了多少声小哥哥让人带上去的？什么意思啊？老娘岂是那种只会喊小哥哥的嘤嘤怪？首富第二李白，你觉得老娘是吃素的？李白这么牛？大佬，求大腿，求石榴裙，求您别闹了，樊先生。一声大佬让徐璐觉得头皮发麻。我面对的真的是一个身价不知道多少亿的富豪吗？是这样，您的房子租的差不多了，需不需要留出一套，供你有需要的时候来这边休息？去那边休息？我没事去那边休息干嘛？租出去有钱赚不香吗？要，你考虑的挺周到，是要帮我留一套，说不定哪天我就想去住几天。还有你那停车位租不租？有租户和其他没买到车位的业主在问。这是咱见面细聊吧？好，上一次樊先生请我，这一次我请您，我在望江楼订位子等您。这姑娘真实诚啊，就是有点缺心眼，这让寝室地毯的我情何以堪？望江楼，魔都数一数二的高档餐厅，樊不凡之前压根没敢来过。漂亮。樊先生这打扮，还是一如既往的老一套啊！哈，谢谢，没来得及换。再说穿那么好干嘛？我是来吃饭，又不是来相亲。我是陈安，我骄傲过吗？理解。要不是知道你低调成你，我都想直接跑路了。这个火山飘雪不就是凉拌西红柿吗？咋改个名就飙到52了？多特苗底上我好几顿外卖了，还好我以前从不来这种地方。这里的菜好贵。好吧，我已经习惯你的低调了。这里的菜味道不错的。是吗？那就试试看，反正也不是我请客。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盘盘菜便已经是被服务员摆了上来。樊不凡跟徐璐一边聊着一边吃。徐璐，你品味下降的很厉害啊！这样的人你也看得上眼？龚天明，你想干什么？龚天明，徐璐的前男友，陈美琪，龚天明的现任女朋友。话说龚天明为什么会放弃徐璐？很简单，因为陈美琪家是魔都有名的家族式企业。不干什么，过来打个招呼呗。你的这位也太寒碜了点吧？哼，我找谁是我的自由，不需要你来教我。条件或许是差了点，可至少不是陈世美啊。再说我也没找潘金莲啊。哼，你俩的破事，把我当猪头来踩，我不要脸吗？咱们走吧。徐璐想要起身离开，他实在是不愿意跟龚天明扯皮，搞一肚子的火气。放心吧，有我呢。这是哥以前，哥没资本必须怂啊。如今俺可是拥有一栋楼的大佬，而且还有金手指在手，我这浑身的暴脾气，随时整装待发。
我就怕你吃不了兜着走。就凭你女朋友？据我所知，你女朋友应该是陈氏集团的旁支吧，只占据2/1000的股份，而且家里还有2个兄妹，就连这2/10的股份都没有继承权吧？你怎么知道？跟陈家明一起喝过酒，你们家那点事情，我还是知道一些的。陈家明，陈美琪的堂哥，那可是嫡系，拥有着继承偌大的陈氏集团的可能。你认识我堂哥？我需要认识你。你可是亿万富翁，会找不到女朋友。像我这种宅男，女朋友他找得到我吗？再说笨蛋才想谈恋爱。可是我好想当笨蛋啊！要不咱们凑合凑合。小兄弟，我说到你这位女朋友啊，当年可是沙雕一中最负盛名的交际花呀。烦不烦摆出一副你懂得的表情？你说说，我当年怎么就不在沙雕一中呢？亏他了呀！像我堂堂伦敦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如果女朋友是交际花，还不得被人笑死啊？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完了完了，这人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怎么办怎么办？小兄弟，李雪儿这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原本还脸色狰狞、愤怒无比的宫天明，突然慌乱了起来。哎，大妹子，看你堂哥面子，好心提醒你一句，他在外面有个女人叫李雪儿，而且应该是怀上了。原本还有几分慌乱的陈美琪，五官突然狰狞起来，啪的一巴掌甩在了宫天明的脸上。牛魔的，你竟然敢背着我有其他女人！你等着，这是没完。美琪，美琪，亲爱的，你听我解释。今天这是让您看笑话了。没事，谁年轻的时候没喜欢几个渣男？你心情不好，要不我送你回去吧？我还不想回去，你能再陪陪我吗？那好，找个地方带我打2把农药呗，大佬。行，我知道一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烦不烦百思不得其解，打个农药一定要挑安静的地方。对了，你怎么对那2个家伙那么熟悉？这是秘密。小气。不凡笑着盯着手上黑色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就是那对男女的资料，旁边显示已支付成功。这是不凡最近趁空解锁金手指的新功能。金手指是不可能对外说的，这是我装叉的本钱，而且就算说出去，也会被送进精神病院的那种。我送帶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那管他是真是假。这就是你说的安静的地方。关上门不就安静了？这不就好多了？确实安静了不少。来酒吧打游戏，我也是小刀滑屁，开眼了。你不会是让我来陪你喝酒吧？怎么，不敢？我要是不醉的话，你怎么能有机会？别想多了，这酒吧是我一个姐妹开的，就算真喝多了，你也没有机会。说的跟谁稀罕一样。徐璐倒上了2杯红酒，靠在柔软沙发椅上，烦不烦调侃一般的出声道：孤男寡女的，你真敢跟我喝酒？不怕我一会儿吃了你？说的你真有那胆一样。别挑衅我。来，加个微信，跟我上分吧。游戏才是我的最爱。一天天的，脑子里只有游戏。他真不明白，这个整天只知道打游戏的人，怎么混成亿万富翁的？难不成是继承了万贯家产？你这个名字是认真的吗？小仙女呀，什么鬼？这种名字就是女孩子用都有毒，更何况是一个大男人了。这名字好上分啊！上次对面射手让我喊哥哥，我打了2字，对面一整局嫩是没出泉水。大哥，你还要点脸吗？为了上个分，装成妹子。我现在严重怀疑那些在公屏上喊着小哥哥求带的，是不是都是男人？徐璐的实力比烦不烦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在铂金段位完全就是横比，刺客玩的可以说是出神入化，惊得不凡在旁一直连连叫好，而且这家伙一边打着游戏，时不时还端起桌子上的红酒喝2杯。我说你还是少喝点，不然喝多影响手速。放心吧，醉不了。你男朋友呢？给他打个电话来接你吧。你喝这么多也开不了车。你看我像是有男朋友的人吗？咦，你这样的大美女还没有人追？追我的倒是不少，上次一个将近50，有车有房，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儿子，身价好几千万呢。要是真喜欢，也不是不可以，毕竟真爱面前，年龄不是问题。是吗？那如果一个身价1000亿、满头银发的老奶奶，
你会考虑吗？我会考虑他当我亲奶奶。对了，你也是单身？像老婆那种奢侈品，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喜欢老婆饼，更有性价比。得了吧，你可是亿万富翁，会找不到女朋友。像我这样的宅男，女朋友他找得到我吗？再说笨蛋才想谈恋爱。可是我好想当笨蛋啊！要不咱俩凑合一下？你敢相信，我只花了9999就买下了科尼塞德公司的10%的股份，市场估值20个亿。只因我在某平台买了一部手机，手机里的产品正在搞活动，我试探性的点了一下购买，没想到画面显示支付成功，我就给了自己一个大耳巴子。难道这是真的？笨蛋才想谈恋爱。可是我好想当笨蛋啊！要不咱俩凑合一下？这是要拉我下水做笨蛋啊！你喝多了，有了女朋友，我怎么有时间打游戏？我可以带你上分啊！这一下给不凡整不会了，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有人突然要跟他处 CP， 他是不接受的，而且跟徐璐又不熟，做朋友还差不多，但是能帮上分，这让他有点……咦，这外面的歌怎么变了？这不摆明嘲讽我们单身贵族吗？他还是坚持了他的初衷，是让借着酒劲主动出击的徐璐好不尴尬。活该你单身啊！怎么着，听不下去了？这里点歌400亿首，应该是有人表白吧？这种当众撒狗粮的行为，必须坚决抵制。服务员来了，给我来5首悲伤的歌，什么分手快乐、离别那天、死了都不爱，通通都给整上。好嘞。不一会功夫，外面的歌声直接换成了分手快乐，这样在外面准备今天表白的高浪就他喵的，我还没表白就让我分手，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吗？先生，请问您有什么需要？来会帮我上10首情歌，要那种欢快的。前面5首悲伤的歌一出，原本还是很热闹的酒吧，气氛一下子降下来了不少。不过很快的，一首学猫叫突然响了起来。用得着吗？还真就不行了。服务员，你们这营业到几点？晚上3点。给我把分手快乐放到3点，单曲循环那种。另外再给我上2瓶红酒。你觉得有意思吗？到晚上3点不得好几万啊！我觉得挺好玩的。有人豪掷千金，很快就吸引了酒吧的2女1男进来。3个人打量了一眼包间，以为是徐璐出的手，小帅哥立刻贴了上去。美女，一起喝一杯咋样？坐远点，我不喜欢鸭子。小姐，说话过分了吧？我是头，但也是正经工作，好不好？至于你说的那种，那也要看氛围来定了。另外2个美女犹豫了一下，坐在边上没有靠上来，毕竟不凡的形象看上去就不是有消费力的人。那你想要我说什么？虽然没有男朋友，但也不是你这种能沾染的。张哥，他是老板的朋友。哦，哥。服务小哥笑了笑，没多说什么，将卡递到了不凡的面前。青涩告诉张峰等人，你们搞错了对象，真正有钱的是这个7万的家伙。张峰尴尬笑了笑，识趣的退出了包厢。他明白，既然消费的是不凡，那么徐璐根本不可能给他面子。小哥，刚才有眼不识泰山，为表歉意，咱先干1瓶怎么样？哦，今晚能不能赚到，就靠这一波了。谢谢。玩得开心。小哥，你们这有没有什么好酒？有，我们这边主推黄金版黑桃 Q， 单瓶售价8888。给他们每人提1瓶。您说什么？给他们每人提1瓶。从我的卡上划。烦不烦直接将卡递到了有几分懵逼的小哥手中，然后目光落在了那2个妹子身上。祝你们玩得开心。啊，这摆明下逐客令啊！可既然不想玩，为什么又给我们提酒呢？先生，这就当交个朋友，送朋友2瓶酒不过分吧？谢谢。干嘛让人家走啊？凭你这表现，还不稳稳拿下？姐，我哪有那功夫？再说了，都不容易，一不偷2不抢，赚的也是辛苦钱。我看遇上你这种大好人，他们这钱赚的确实一点也不辛苦。怎么？要不你也来陪大爷喝一杯，把大爷陪高兴了，少不了你的好处。哼，懒得搭理你。徐璐抱着1瓶红酒，不紧不慢地喝着，他并没有说大话，喝了那么多酒，竟然没有要醉的意思。而不凡则在摆弄他的手机，接连2次出门，让他意识到有车的重要性。这车不错，折扣价才23700，便宜到爆啊！亲爱的少淘点用户，您现在的消费等级为例如1级，每日消费上限为1万元，请努力花钱，提升您的消费等级，解锁更高的消费上限，享受更高的折扣价格。点击详情，了解提升消费等级的方法。我去，竟然有日消费上限，太坑爹了！你又想要买什么？买辆车呀，出门方便一点。满车？你之前真没车啊？对呀，我们宅男需要车吗？你想要买什么车？法拉利 F60A。这个全球限量10台，没有预定能买到才怪。
不凡郁闷的点了点头。少淘点这个金手指明显是有能力弄到这样的车，只不过他现在的消费等级还无法购买。哦，我勒个去，居然要在这里消费才算！刚刚消费的10多万打水漂了。哎，想要升级，任重而道远啊！不凡无奈的摇了摇头，然后抱着手机继续找了起来，最后目光锁定在了少淘点秒杀区域。我去，这么便宜！怎么，好像办了什么大事一样？我刚刚收购了科尼赛克公司的10%股份。大洋彼岸，美丽国堪萨斯州的一栋豪宅里，查尔斯·科赫执掌着科氏工业集团，赫赫有名的石油巨头，福布斯排行榜第8位。是我，老板，科尼赛格的股份被一个来自华夏的家伙给吃掉了。做得很好，你不是信誓旦旦的保证能够吃下这10%的股份吗？不敢相信，我只花了9块钱下了1个股。只因我在某平台买了一部手机，手机里的产品正在搞秒杀，我试探性的点了一下上面的蓝河花园5号楼，没想到画面显示支付成功，我随手就给了自己一个大耳巴子。老板，科尼赛克的股份被一个来自华夏的家伙给吃掉了。做得很好，你不是信誓旦旦的保证能吃下这10%的股份吗？他之所以想要吃掉这10%的股份，是想踏足新能源汽车领域，因为他睿智的人看到了未来新能源汽车绝对会占据汽车市场的半边天。或许我们该考虑跟帕加尼的合作了，这还用你来教我吗？又是来自五老东方的家伙。你没事吧？感觉你好像随时要倒的样子。放心吧，我的酒量好着呢，我送你回家。我去，你疯了吧？这时候还想着开车？这家伙怎么想的？弄不好1尸2命了。走，我打车送你。打什么车啊？要不然你开也行啊。怎么搞得跟我没有喝一样？喝酒开车这种可能吃国家饭的事情，万万不可尝试。何况金手指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可不想就这样凉凉。不凡摸出手机，直接从微信打了辆快车。不一会儿，一辆白色车在人的面前，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徐璐给塞了进去。我勒个去，我的身体飞了吗？怎么感觉站不起来了？不凡瘫倒在沙发上，拿着从冰箱里翻出来的矿泉水，大口大口的喝着。时间已是凌晨1点左右，考虑到离家太远，他打算直接去附近蓝河花园对付一宿。怪不得单身这么多年，也不是没有原因嘛。但这人是真不错。不凡躺在床上，掏出手机，已经过了12点，消费限额已经刷新。想要尽快升级，就要不停买。前面被他们嘲笑，那就先从装备换起。哦，这么便宜，哦，哈哈哈！我勒个去，这1万块这么扛到的吗？在酒吧，一瓶黄金版黑桃 Q 就要8888，可是在少淘点，88块能买5瓶装。漫漫长路远啊！不凡只能够把目光落在了奢侈品上。少淘点上有各种各样的专卖店，普拉西、夏拉尔、路易维登之类，这些现实世界的奢侈品，在这里跟地摊货一样。买，好像还差不了了。终于买完了，第一次感觉到花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第2天早上，不凡换好了装备，然后拿着一个盒子，盒子里是昨晚购买的地摊货，准备带回原住处。可以呀，兄弟，这5号楼就你这套房子最好了。我之前也想要租这套的，只可惜物业经理一直没松口。哦，是这样啊。说实话，咱也不差钱，可是人家不答应。你是用了什么方法？是不是那个物业经理跟你？你是孙子对吧？感觉被占了便宜，又好像没啥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叫我孙老板？要不孙先生也行啊，我也是要脸的人啊。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签合同的时候看到的。不凡并不是对每一个租户都有兴趣看名字，之所以会有印象，一是这家伙住他对面，更离谱的是他的名字，相信每个人看到都想喊2嗓子。签合同，你们合同最后都要我签字的。你签字？最后签字的不应该是物业公司吗？你难道不知道物业公司只是一个代理吗？
那不是房产公司的房子吗？是我的房子。你的房子？我可是听说过了，这是一整栋楼出租，不是1、2套。没错呀，我确实是出租了一整栋楼。你开什么玩笑？诺，我的身份证。你看看你合同上是不是这个名字？原本以为还不还这个名字，只不过是房产公司的代言人罢了。这可是魔都的一栋楼啊！牙呀，请收下孙子的膝盖。这是一个身着职业装的美女，向着他们走来，戴着一副平板眼镜，显露出几分知性的美。徐经理，你昨天没回去？我都快累死了，哪里有空回去啊？昨晚为了把你弄上床，我可是用了吃奶的力气。哦，有故事。昨天请你喝酒，有没有什么想要谢我的？酒也有了，还是女方请客。来啊，里面的东西随便你选一样。这里面能有什么好东西？真不要？钱。这可是你不要的，不能怪我哈。不凡哈哈一笑，虽说他买这些东西只用了1万多点，但每一件都是价值不菲。我去，这就是传说中的土豪嘛！看着不凡盒子里的东西，徐璐没有什么反应，一旁的孙子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不就是几块手表吗？能贵到哪里去？之前见过老总戴的10几万的表，我咬牙也能够买1块。哈哈，你猜这块多少钱？20万。这表看上去比老总戴的那块要好一些。20万连零头都不够。孙子摇了摇头，一脸羡慕的出声道：“这块江诗丹顿传承刚刚问世的时候，就售价680万，而停产之后升值多少就不好说了。这3块加起来也得有小1000万吧。”要不咱们干了他吧，然后拿着这些东西浪迹天涯。我太行，我听得见好吗？不凡翻了个白眼，他知道徐璐是在开玩笑，他还想说什么，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苏子林，什么事啊？我最近刚回国，传了一个高中同学会，今天中午12点，青城大酒店。我还等着上粉了，可没时间跟你们玩。烦不烦？你是不是不给老娘面子？我相信，只是花了9块钱，价值都不菲。只因我在某平台买了一部手机，手机里的产品正在搞秒杀。我试探性的点了一下上面的蓝河花园5号楼，没想到画面显示支付成功，我随手就给了自己一个大耳巴子。爷爷，苏子林，什么事啊？我最近刚回国，攒了一个高中同学会，今天中午12点，青城大酒店。我还等着上粉呢，可没时间跟你们玩。烦不烦？你是不是不给老娘面子？苏子林那河东狮吼一般的声音差点把不凡给送走了。他一点都没变，还是当年的那只母老虎。当时在高中，不凡的宅男个性没少受人欺负，大多都是苏子林帮忙保护，所以不凡一直都认这个大姐头。我告诉你，我可不怕你啊！大不了怎么样？大不了我去还不成吗？咱不跟母老虎计较。挂断了电话，不凡深吸了一口气。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去呢？那个人赵子慧是不凡前女朋友，他们分手的原因还是因为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这东西有时真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数。当年赵子慧想要买带江景的房子，要做妈，不凡都推辞说以后有钱了再买。后来赵子慧接受了现实，两人不欢而散。老实说，不凡一点也不恨他，毕竟人家给了他最好的5年时光，他也没有理由多说什么。所以这么多年一直窝在家里，似乎要跟整个世界断绝联系。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减少跟赵子慧相遇的机会。怎么了？没什么，想起了一些事罢了。我先走了。对了，你待会去我房间提一件黑桃 Q， 就当感谢昨晚你请客。大佬就是大佬啊，呀，有孙子的份吗？你说今天能来多少人？应该不少吧。苏大美女的面子还是会给的。听说烦不烦也会来？不是吧？哪个在哪？那咱可得跟他好好喝2杯。黎明，公子哥，手上戴着一金表，穿着一身男装，浑身上下透着我很有钱的味道。快看，赵子慧来了。赵子慧从高中开始就是班上引人注目的美女，如今好像变得更加明艳动人了。顾子言，赵子慧的老公，其实看上去更像是她的爸爸。没办法，谁让顾子言能够满足她开住江景房的愿望呢？都来这么多人了，咱们先进去吧。苏大小姐，多年不见，越来越漂亮了。谢谢。苏子林含笑点头，却是没有任何要伸手的意思。对了，不是说烦不烦也会来吗？怎么没见？赵子慧脸色就是变了脸。他会来的。坐这。苏大美女跟烦不烦的关系就是不一般啊。原本脸色就不太好看的赵子慧，听到这句话，脸色更黑了几分。这是我小弟，咋了？你们要是不服气，也可以给我当小弟，到时候姐罩着你们。得令，二姐头。
包厢里的气氛随着苏子林的几句话也是热闹了起来，只不过有些人的目光却是在赵子慧和樊不凡的身上来回打量，显然是想接下来吃个呱呱。樊不凡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赵子慧和旁边的老男人，笑了笑。这种同学聚会完全就是一些混得好的同学来这里显摆自己。哦，可以啊，名字都很像我。我家老头子还赞助了部分。可以了，明哥，我也想要这样的老头子。咱们年轻人啊，还是得靠自己闯，你说是吧，不凡？黎明话引不凡，因为他喜欢苏子林，而苏子林又跟不凡走得近，所以他想给不凡一点颜色看看。喊我干什么？看着在聚会上毫无存在感的樊不凡，赵子慧摇了摇头。唉，当初离开他的决定真是做对了，不然这辈子恐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你目前做什么？收入怎样？是不是已经日进斗金了？你可是咱们班的学霸。接我爸妈的班，孤岛小超市，1个月也能弄个100块钱。魔都的物价1万来块，恐怕过得不怎么舒坦吧？这话可不对喽，不管怎么活，那也是能活呗。孙明霞也是在一旁接话，你一言我一语的损着樊不凡。哟，子慧啊，你这戒指好漂亮，什么牌子的？多少钱？以后我结婚啊，也让我老公买一个。孙明霞把话题扯到赵子慧的身上，很显然是想要吃瓜。这个啊，你的对戒7万多呢，我们家子妍非要买，说结婚就得有他们家的戒指。哟，你看看，其实买什么戒指不重要，关键是得跟对老公，不然到时候别说是结婚戒指了，就连婚纱都得租。你说是吧，不凡？小凡啊，光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能有什么出息？你要是找不到工作，哥给你介绍，别的不敢说，1个月3、4万不成问题。顾子言早就知道樊不凡跟自己老婆的过往，心里一直有所隔音。今天趁机搞事，准备羞辱不凡一番。谢谢顾叔叔，只不过我还真没这打算。赵子慧铁青着脸，顾子言张了张嘴，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哎，正菜还没上，咱晚会排怎么样？顾哥，不乏，咱3个一起玩2把小的，5000一把。黎明自然不可能这么客气，一出手就是杀手锏，一局5000，进负10局就是5万，我看你今天怎么下得了台？哦，不凡，跟他们玩啊，赢上2局，你可就发了。是啊，不凡，别怂了，1局5000少了点，要不玩1万的。小凡，你要是没钱，叔可以借你一点。行，谁过年还没个几十 W 的压岁钱？1局1万，我也不至于伤感情。我跟你们玩。苏子林脸色冰寒的出声道：“樊不凡的家里什么情况他知道，真要是这么玩，估计一会儿就得破产。”苏大小姐，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情，不乏，你不至于躲在一个女人的身后吧？1局1万这么小，要不1局10万，我陪你们玩几把。老子在魔都有64套房，还怕玩你这种游戏？宅男樊不凡只身入局同学会，大部分同学趁机设局想欺负这个穷小子。哪知如今的不凡有了金手指后，可是在魔都有64套房的存在，而且1局1万也不是啥大钱，玩玩就玩玩。你就硬撑吧，今天让你丢一个你朝天。哟，你听听，1局1万还不是什么大钱，这是发大财了啊！嘿嘿。我勒个去，这应该是传说中的宝鸡航海吧，1块得有20多万吧，23万多。小凡，名字，哥今天没带现金，就拿这表来玩玩。顾哥大气，我这小破马，怎么说也得有20、30万，我也压下来。不乏，你有什么拿出来压一压，要不然待会要是还不上，同学面子可不好看。他还不上，我还。大姐头，你这么看不起不凡吗？我记得他有套房子啊。黎明，别太过分了。房子太多，压不过来，而且你们这1、20万，是不是太少了一点？你就吹吧，这还少。哼，那你让我们长长见识。那就给你们见识见识。玩玩。就你这破表，能值几个钱？真要是好表，肯定会戴在手上显摆，谁会装在口袋里？别以为你戴块劳力士就厉害了，不凡这一块，应该是戴了个小金库在手上。哦不，是装在了口袋里。一般人可能不认识这表，可是苏子林不同，他曾深究过好几个表类奢侈品品牌，这款姜丝丹顿传承就是其一。什么？这穷小子怎么可能戴得起这么好的表？你们俩那点钱加起来都不够零头。不够零头？什么表这么贵？你也不看看人家什么材料做的，光上面的紫钻抠下来都够买辆宝马了。不过我好奇的是，这么好的表你怎么不戴在手上？说你不装叉吧，600多万的表直接甩出来；说你装吧，你倒好，直接装到兜里了。
太沉了，压手。这理由真他妈绝了！我不嫌沉，让我来。来呀，玩不玩？你们俩在压点，咱们玩一局10万也行。如果是60万，咬咬牙倒是能挤出来，可这是600万，就算是把牙咬碎了，我也抠不出来。几百万我是能拿呀，可这也差不多我全部身家了，真要都扔进去，这辈子就玩完了。那个，这种行为违法的。对，陈磊说的对，违法的事情我们可不能做。刚才我们是同学之间开玩笑而已。黎明和顾子言借坡下驴，总算把自己从自己攒的火坑里捞了出来。行了，准备吃饭吧。苏子林皱了皱眉头，然后拿起那块表往樊不凡的口袋里塞。怎么啦？你这是小叮当的口袋吗？里面装这么多宝贝，又是200多万啊！我勒个去，一个口袋里就装了将近1000万，这人到底是什么存在？所有人此刻都陷入石化之中。樊不凡没说话，直接将3块表默默地装回自己的口袋。其实他的全部身家，不算房产的话，还没有这3块表贵。这也是为什么他把表放在身边。不放心啊，万一要是丢了怎么办？看着同学们羡慕的眼神，樊不凡心里十分得意。特别是顾子言那跟吃了粑粑一样的表情，更是让他精神倍爽。可是他却只能强行压制下去。我不能笑，我得在他们面前低调。可是现在我是在魔都有一栋楼的大佬啊。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的。Mr. Fan, regarding your becoming a shareholder of Koenigsegg Company, we still need to sign many contracts. 一口流利的英格利希从手机里传了出来，只不过还不等那个人的话说完，樊不凡便已经挂断了电话。说的什么玩意？你知道刚刚那人是谁吗？苏子林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樊不凡。我怎么知道？一嘴鸟语。那人是克尼赛克的总裁助理，是来跟你谈事情的。你这么多年的英语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克尼赛克干什么的？房地产还是卖衣服的？造车的，而且是超跑。你最近在干什么？竟然让克尼赛克的总裁助理来找你？苏子林突然觉得有一些看不懂自己这个兄弟了。我好像是收购了他们10%的股份。克尼赛克，世界顶尖的超跑，收购这家公司的股份，如同从大股东的手里抢蛋糕，没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是万万做不到的。这小子太可怕了。什么叫好像？这种事情可做不得假，你可别吹牛。我最近确实只收购了一家公司的股份。什么叫最近只收购了一家公司的股份？这说的是人话吗？爷爷，樊不凡的来电铃声很魔性，只不过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人在意手机铃声了，一双双眼睛瞪大看着樊不凡的手机。Hello, I am not a scammer. I am Kolo Anderson, the executive assistant of Koenigsegg. Mr. Fan, regarding your becoming a shareholder of Koenigsegg Company, we still need to sign many contracts. 你们听得懂吗？你什么都不懂，是怎么收购他们股份的？你甚至连克尼赛克公司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我需要了解那么多吗？以你现在这尿性，确实不需要。他要跟你见面谈股份的事情，还有一些合同要签。好吧，今天看来这饭是吃不成了。我马上帮你约个地点。喂，你干什么呢？那可45万啊！要是没有这件借条，估计那位妈妈不会要这钱。苏子林陪同樊不凡去见克尼赛克公司总裁助理，签合同，了解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共进晚餐，亮点不多不赘述。什么感觉？什么感觉？成为克尼赛克股东的感受吗？我是说赵子慧。没什么感觉啊。你今天出尽风头，会不会奇经八脉浑身得劲了？看到她老公的表情，当时确实有点。不过说实话，我一直认为她没做错什么，她只不过是在为现实考虑罢了。樊不凡叹了口气，目光落在了窗外的风景上。我给她的，并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我给不起。她离开我好像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所以我不恨她。爱情有些时候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那样不堪一击。你还真是豁达。苏子林摇了摇头，他有些看不明白，或许从一开始就没看明白樊不凡这个人。樊不凡没有直接回屋，而是在旁边找一个座位。之前他跟苏子林说没感觉，那是胡扯。毕竟和赵子慧相处了那么多年，最后嫁给了一个能够当他爹的人，他的心里能是滋味吗？他喵的，赶着去投胎呀！他，又是宝马。妈呀，出大事啊！我去，你还开撩？他要是没了，你连命都得搭进去。还有气？不凡不敢乱动，毕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真要是动了这女孩，
发生不好的事情，他恐怕是要内疚一辈子。就在樊不凡犹豫之时，一辆出租车突然在旁边停了下来。女孩似乎是懂得一些急救，简单的检查了一下那个躺在地上的女孩的伤势。你撞的？你当我坦克呀？能把人撞成这样？哦，也是。还有救吗？头部受了重伤，如果现在送医院，应该还可以抢救。哦，那还在这干嘛？赶紧！樊不凡直接打算上手，时间就是生命。你是不是有病？都这样子了，你还敢报？伤势万一加重，到时候分分钟让你进去免费吃几年饭。我先检查一下，我叫柳絮，你叫什么？樊不凡。你也是够可以，大街上见个车祸也敢凑上来，真不怕被人讹上？我怕什么？总不能说我一个人给他撞成这样吧？再说你一女的也没怕呀。行了，你按我说的抱起来，小心一点。不凡也不含糊，小心翼翼地将那个女孩抱了起来。大哥大姐，你们别坑我，我上有8十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儿，我真的。听着这熟悉的台词，不凡连标点符号都没醒，但他也理解此刻司机的心情。碰到这种事，人家谨慎点没什么问题。行了行了，我们俩给你作证呢，你怕什么？真给我作证。咋了？俩大活人还说不明白这事，更何况这里还有监控。哦，就凭你俩做这事，我老朱今天也豁出去了，我尽最大努力加速前进。现在像你这么好心的，已经是不多见了。有时候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冰冷的社会确实让世界失去了一些人情味。你也不差啊，那种情况没人在旁都敢救。身正不怕影子斜，再说那可是一条命啊。说得好，这个社会总的来说还是让人期待啊。你好，是樊先生吧？我是江雪，是黄埔警局的。我是，请问有什么事吗？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联系了女孩的母亲赶过来。你们2位有事的话可以离开了。先不用，我们还是在这等等结果吧，不然还是不放心。这女孩的家里情况不是很好，之前父亲因为投资失败跳楼，目前跟母亲生活，家里挺苦的。啊？前面费用都是不凡付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钱看来不容易拿回来了。樊不凡笑了笑，倒也没有当一回事。这是救命的钱，关键人没事就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放心吧，会没事的。医生说不会有生命危险。柳絮和江雪也是在一旁小声的安慰着。放心吧，手术很成功，孩子已经脱离了危险。不过全身多处骨折，而且头部受伤很严重，需要长期住院治疗。那医生，医疗费用大概要多少？手术费用不高，但后期的治疗费用不低，最好先准备个10万吧。当然，这还仅仅是保守估计，主要还是看后续疗效。那这个话，赵雅玲一愣，差点是昏过去。你们先去把住院手续办一下，前后续慢慢想办法吧。住院要多少押金？我来的匆忙，只带了3000多。这3000块其实已经是他身上所有的钱了。至于说向亲戚朋友借，现在这种情况下，估计也没几个人敢借给他钱。3000肯定是不够的，或者这种情况，最少也要1万的押金。而且最近医院的床位一直都很紧张。我还是学生，身上只有爸妈给的2000多伙食费，可以凑一凑。我这边也可以拿出1个月工资。还是我来吧。谢谢，真的是谢谢你们了。樊先生，我给你打个欠条吧。好，那您借多少？你女儿这个情况，1万肯定不够。10万如何？没问题，为保万一，我再多借你5万做备用。那太谢谢你了。只是借这么多给我，要不要先跟家人或者女朋友商量下？不用，父母因为车祸已经走了，所以看到小妹妹出这事，心里特理解您的感受。至于女朋友，目前应该还在岳母家养着，就是不知道岳母是哪位。啊，这么优秀居然还没有女朋友。哎，宅男惯了。对了，我最近听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说新玉是宅男的福音，你要不也上去试试？新玉是什么？新玉你都不知道，我哥30多了都没找到女朋友，半年前就是在新玉上找到我嫂子的，前几天刚结婚。就是视频左下角这个专门找对象的新玉，上面都是附近的单身美女，温柔漂亮，气质佳，想挑哪个是哪个，相中了不用加好友就能语音视频，还不要会员，也没啥限制，方便得很。靠谱吗？当然靠谱，头像就是美女本人，照片资料也是真人认证过的，想看啥都能看到。一看上面的美女都特别热情，一上线就跟你打招呼。哦，这个在哪里下载？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按照提示操作即可。大爷，你也想要？不可以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我也是单身。说得对，回头我就去下载一个，我先转钱给你。还好我额度大，可以直接手机转，不然还麻烦点。
搞定。既然没事了，我就先离开了。有事需要帮忙，可以给我打电话。谢谢樊先生。妹妹没事，我也先走了。真是麻烦刘小姐了。走出医院的大门，樊不凡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拿出打火机，直接是将那张借条点。喂，你干什么呢？那可45万啊！要是没有这张借条，估计那女的不会要这钱。